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認為台灣手裡最重要、最能保命的王牌裝備到底是哪一款？是最近終於全部交貨，被稱為地表最強戰車的 M1ART 艾布蘭，還是前陣子剛辦完下水典禮、全台矚目的首艘潛艇海鯤號，又或是換上頂規雷達、專屬私人定制版的 F-16V 戰鬥機？但火力軍可以很確定地告訴你，全都不是。假如在台灣被逼到絕境，只能保留最後一件裝備，火力軍絕對會毫不猶豫地把票投給那個背着大圓盤的老家伙 E2K 預警機。聽到這個答案，很多平時不看軍武的觀眾可能懵了。E2K 是什麼呀？沒聽說過呀。它沒有逆蹤外形，飛不到超音速，身上連一顆飛彈都沒帶，甚至還是個老掉牙的螺旋桨飛機。但它實實在在是台灣目前最不可替代的戰略資產。不過 E2K 目前面臨即將落後的困境，台灣一直想要最新款的 E2D， 但是哪怕溢價購買，美國仍然死不鬆口。在外部靠不住的情況下，台灣一家本土企業站了起來，扭轉了整個局勢。為什麼美國要拒絕台灣的訂單呢？那家神秘企業又是誰？做了哪些關鍵升級呢？如果你現在覺得火力軍是在危言耸聽，那我們先不說 E2K 對於台灣有多麼重要，我們就拿俄烏戰爭中的教訓來看看，如果沒有預警機，戰場將會是什麼樣的。把視線拉到2年前的烏克蘭戰場，俄羅斯在这個坑裡摔得頭破血流。俄羅斯空天軍的直面實力絕對是碾壓級的，他們有幾百架極其先進的蘇35、蘇34，按理說早就該把烏克蘭的天空徹底封鎖了。但俄軍戰機不僅常常在前線吃癟，甚至還被烏克蘭的防空網打成了空中燒鵝。為什麼？因為烏克蘭的指揮官非常聰明，他們早就看穿了現代空戰的關鍵，那就是預警機，並且把俄羅斯的獵殺 A50 預警機列為了全軍最高，甚至是不惜一切代價摧毀的戰略優先級。烏軍很清楚 A50 就是俄軍戰機的全圖外掛兼保姆，只要他在天上盯着，前面的蘇35就敢肆無忌憚地丟炸彈。於是俄軍制定了一套高效的戰術，他們把重達10幾噸的愛國者防空飛彈系統和冷戰時期的 S-200長程飛彈，趁着黑夜悄悄推進了距離前線極近的火炮射程內。這種把重型防空飛彈推到前線去跟大炮硬剛的行為是非常大膽和危險的。但烏軍不僅推上去了，他們還全程保持雷達靜默，絕不開機。接着烏軍放出幾架便宜的誘餌無人機，或者故意開啟地面的舊式雷達在空中晃悠。俄軍的 A50 預警機在幾百公里外的大後方發現目標，馬上把雷達搜尋集中過去，同時指揮前方的戰機準備接戰。就在 A50 飛到預定航線，防備最鬆懈的那一秒鐘，潛伏在泥地裡的烏軍愛國者飛彈陣地瞬間開機，高功率雷達死死咬住那個巨大、笨重、完全沒有任何逆蹤能力的 A50， 接着連打2枚飛彈，打完馬上關機撤收，瘋狂逃命。面對這種跨越100多公里的伏擊， A50 根本來不及反應，防空飛彈直接在機身側面炸開，瞬間在幾萬英尺的高空解體，爆成一團耀眼的火球。沒有預警機的前線，俄軍的災難才真正開始。要知道，戰鬥機不管再怎麼先進，它機頭裡的那顆雷達面積其實非常小，探測距離和角度都很有限，而且雷達波是走直線的，受到地球曲率影響，戰鬥機根本看不到躲在遠方低空飛行的目標。平時他們全是靠飛在10000米高空的 A50， 由上往下幫他們俯瞰整個戰場。現在 A50 一死，俄軍前線的蘇35瞬間成了失去導航的瞎子，整個戰場直接陷入了可怕的迷霧之中。俄軍飛行員的通訊頻道裡全是驚恐的呼叫，戰術動作徹底變形。他們不知道哪裡藏着烏軍的防空飛彈，不知道從哪個方向飛來了敵機。更扯的是，因為失去統一的空中指揮，俄軍甚至爆发了嚴重的友軍誤擊。地面的俄軍防空部隊竟然把自家慌亂逃竄的蘇35當成敵機，像打靶一樣排隊打了下來。這場教訓再次讓全世界意識到，在現代高科技戰場上，擊落一架預警機，它所造成的戰線崩潰與戰略價值，絕對遠遠超過擊落一個滿編的戰鬥機中隊。帶着俄羅斯的血淚教訓，讓我們回到台灣。既然一架預警機的生死能決定整個戰局的走向，那台灣負責扛起重任的 E2K 機隊，現在到底面臨着怎樣讓人絕望的困境？為什麼台灣捧着大把鈔票想買最新的接班人，美國卻死活不肯賣？回顧台灣預警機的發展史，你會發現這根本是一部充滿妥協與掙扎的求生史。當年台灣最早引進的是 E2T 預警機，用的是傳統的4葉螺旋槳。但這批飛機服役了一段時間後，內部的雷達和系統開始嚴重落後於時代，軍方沒辦法，只能砸下大價錢，把這批飛機大老遠拉回美國原廠，硬是升級成了現在的 E2K 標準。
在那次升級裡，最顯眼的變化就是把4葉換成了極具標誌性的 NP2000型8葉全複合材料螺旋槳。很多人以為換8葉螺旋槳只是為了讓飛機飛得更快，或者看起來更帥，其實根本不是。E2K 這種老式渦輪螺旋槳飛機在飛行時會產生極其劇烈的機械震動。大家想一下，飛機的機腹和背部塞滿了各種脆弱的雷達主機板、通訊模組和電站設備。如果飛機整天抖個不停，這些價值連城的電子零件壽命就會大幅縮短，故障率會直線飆升。換上這套8葉螺旋槳後，不僅大幅抵消了發動機運轉時的劇烈震盪，還能有效降低噪音。飛機飛得異常平穩，這種物理上的減震直接成了內部精密電子設備的護身符。但是硬件保養的再好，也抵不過摩爾定律的碾壓。螺旋槳轉得再平穩，也掩蓋不了一個殘酷的事實：E2K 肚子裡的那套航電系統、電子戰防禦矩陣和任務電腦算力已經見底了。為了填補這道致命的防空缺口，台灣在2024到2025年期間，幾乎是抱着不惜一切代價的決心，極度渴望向美國採購6架现役最頂配的 E2D 先進鷹眼。這批飛機的單價高達4億美金。4億美金是什麼概念？足夠買下快4架滿配的 F-35 隱形戰機了。為什麼這麼貴？答案就在 E2D 背上那個代號為 AN/APY-9 的有源相控陣雷達裡。它是目前美國海軍對付隱形戰機的終極殺器。現代隱形戰機的特殊外形和稀薄塗層對付高頻雷達很有效，但 E2D 用的是特高頻波段 UHF 波段的雷達波長大約在10公分到1公尺之間。當這種長波打在隱形戰機的尾翼或是机翼邊緣這些尺寸相近的結構上時，會直接產生物理學上的諧振效應。不管你的逆zon塗層涂得多厚，在 UHF 頻段的物理諧振面前完全無效，戰機會不可控制地向外反射出強烈的雷達訊號，直接在雷達屏幕上裸奔。台灣捧着白花花的銀子，就想買這款反隱身神器來救命。結果呢？就在2025年4月左右，美官方直接發話，一刀切斷了台灣採購 E2D 的希望。台灣想買，美國軍火商也想賺錢，五角大廈為什麼死活不賣？拋開複雜的政治因素不談，美方給出的舉手理由非常現實，排不到盡頭的生產線。就算美軍今天破例簽字同意賣給台灣，也根本等不到飛機。諾斯羅普格鲁曼生產 E2D 的產線早就大賽車了。美國海軍自己的航艦打擊群正在全面換裝，日本航空自衛隊砸重金訂購的飛機還在排隊，連法國海軍都在排隊等交貨。按照目前的軍工產能估算，如果台灣現在下訂單，拿到第一架飛機最快也要等到2032年以後，加上惯例的延期，10年內難以形成戰鬥力。買不到新機，現役的 E2K 算力又嚴重透支，台灣防空網眼看就要出現可怕的空窗期。在這無路可走的絕境下，台灣本土的軍工產業竟然被迫搞出了一場破釜沉舟的逆襲計劃。既然美國不賣，那台灣就自己造。既然美國不賣最新型的神機，難道台灣的防空網就只能坐以待斃，等着被全盤瓦解嗎？當然不可能。既然買不到全新的反隱身在台，那台灣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研发。就在2026年，台灣的軍工產業拋出了一個震撼軍武圈的重磅消息：台灣航太工業的龍頭老大漢翔航空工業，在國際航太展上直接拉着1-2系列的原廠，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諾斯洛普格鲁曼，正式簽下了一份關鍵的戰略合作備忘錄。這份備忘錄的核心目標非常直接：既然買不到 E2D， 那我們就自己動手，在台灣本土對現役的這6架 E2K 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航電重構。很多平時不了解台灣軍工資質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可能會狂酸。這種最頂尖的軍用航空設備，裡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精密軍規走線。台灣本土的工廠有這個技術底氣去動刀嗎？這就不得不提到台灣漢翔手裡捏着的另一張王牌——鳳展專案。大家別忘了，台灣空軍現役的絕對主力，那一整批 F-16V， 可不是全部從美國買來的全新整機，有一部分是漢翔在台灣基地的廠房裡一架一架拆解、升級、重新組裝出來的。在執行鳳展專案的漫長過程中，漢翔的工程團隊積累了大量的跨國構改經驗，他們甚至拿到了美國國防部合約管理局最高級別的廠房認證。連現代戰機最難搞的機身特殊管線、複雜的軍規線束制造，漢翔全部拿到了國際通行證。正是因為擁有這種頂級的航太維保與改裝量能，諾斯洛普格魯曼才敢放心地把自家的金字招牌交給台灣人自己來操刀。而且在實務上 ，E2K 因為服役時間太長，面臨着嚴重的供應商缺失問題，也就是一堆古董級的零件原廠早就停產了。想要維持妥善率，就必須透過這種官方授权的深度合作，把最新的航電模組硬塞進老舊的機身裡。那麼這場所謂的航電重構到底要改什麼？前面我們提過 ，E2K 最大的致命傷就是內部任務電腦的算力見底了。
所以這次的升級絕對不是換幾個零件那麼簡單，而是直接把這架飛機的火控中樞全部掏空重塑。第一刀直接砍向最核心的任務電腦上，原本老舊的處理晶片和傳統的显像熒幕會被全部拔掉，換上全新一代的開放式任務系統架構和高解析度戰術熒幕，不僅處理雷達訊號的速度狂飆，更是讓它具備了追蹤高超音速目標和海量無人機蜂群的算力基礎。後方的雷達操作官終於不需要在模糊的熒幕上大海撈針，而是能擁有最清晰的數位化戰場視野。第二刀全面升級電戰防禦矩陣。在現代空戰裡，預警機這種高價值目標絕對是敵方電子戰干擾機首要的癱瘓對象。雷達看再遠，只要被人用強大的雜波蓋住，一樣是個瞎子。所以這次升級將會大幅強化 E2K 機身上的電子支援措施。原本老舊的電子接收系統會被換成全新硬體，只要對方的雷達波或者干擾訊號一打過來，全新的防禦矩陣能在 0. 幾秒內自動識別敵方的雷達頻率，並且進行急速的跳频和繁殖。它不僅能保住自己的偵搜事件不被致盲，甚至能順藤摸瓜，靠着被動接收敵方的電磁特徵，直接把敌軍干擾機的位置給標定出來。這套底層重構等同於給這批服役多年的 E2K 重新植入了一套更現代、更抗壓的電子神經網絡。雖然它依然背着那面傳統的機械掃描圓盤，無法像 E2D 那樣對隱形戰機進行絕對的碾壓，但靠着這波算力的狂飆，它至少能在未來瞬息萬變的電磁绞肉機裡死死咬住第一線的戰場態勢。故事講到這裡，讓我們回歸主線。E2K 對於台灣到底有多重要？為什麼大家都說台灣只要有這幾架 E2K 在天上飛，連滿載飛彈的 F-16V 都得乖乖聽他的使喚？既然算力已經透過本土重構得到了續命，那這架老式螺旋槳飛機在真實的台灣的防禦體系裡是怎麼壓制對手的？很多人可能會質疑，台灣鋪了全世界最密集的防空飛彈網，高山上還有大名鼎鼎的鋪路爪長城預警雷達，哪還需要一架飛得慢吞吞的螺旋槳飛機在天上畫？講出這種話的人就是完全不懂地形物理學的外行。台灣的地形核心是縱貫南北的中央山脈，平均海拔超過3000公尺。大家要知道，雷達波是走直線的，不管你地面的雷達网功率開得有多大，電磁波也絕對無法穿透厚重的岩石山體。這就導致在山脈的背面或者低海拔的海面區域會產生大片巨大雷達陰影區。等地面雷達看到目標的時候，飛彈可能已經貼到臉上了。這時候 E2K 的絕對不可替代性就顯現出來了。它升空到近10000公尺的高度，直接從上往下俯瞰整個台灣島和周邊海域。中央山脈的物理遮蔽在它面前完全失效。所有企圖借着地形掩護偷偷摸摸靠近的低空目標，在 E2K 的雷達熒幕上全部會被剝奪隱蔽優勢，無所遁形。但消除雷達死角只是 E2K 的基本功，這也是為什麼台灣買了 F-16V 卻依然離不開 E2K 的真實原因。我們來看看 F-16V， 它升級後的 APG-83 相控陣雷達確實非常強，但在現代高強度的電子戰環境裡，戰鬥機飛行員其實非常排斥在第一線開雷達。為什麼？因為在電磁戰場上，你把雷達開機，就像是在漆黑的房間裡打開了高亮度的強光手電筒，反輻射飛彈馬上就會朝你飛來。但有了 E2K， F-16V 的打法就徹底變了。E2K 可以躲在戰線後方幾百公里外的安全空域，全面開啟機背上的 AN/APS-145 雷達，牢牢鎖定整個戰區的制空權。接着，透過機上的 Link16 戰術數據鏈， E2K 把抓到的敵機坐標、速度、航向以光速直接餵進前線 F-16V 的戰術熒幕裡。此時的 F-16V 在幹嘛？它處於絕對的雷達寂寞狀態，它不開雷達，不發射任何電磁訊號，就像個幽靈一樣悄悄摸進射程。接着，飛行員按下發射鈕，直接盲射 AM-120 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最恐怖的是，飛彈發射後 F-16V 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導引，直接掉頭狂飆撤退。半空中的飛彈全程由后方的 E2K 透過數據鏈進行中繼導引，直到飛彈逼近目標，才會開啟自身的尋標器進行最後獵殺。在這套高效的戰術體系裡，你以為在第一線大殺四方的是 F-16V， 其實根本不是。在數據鏈的連接下， F-16V 在本質上只是一個負責在高空跑腿的空中彈藥庫。真正在幾百公里外掌控全場視野，決定要在什麼時候扣下扳機的，是 E2K 機艙裡的雷達操作官。故事聊到這裡，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烏克蘭戰場上那些墜毀的俄軍戰機，以及那2架在亞速海夜空中解體的 A-50預警機。所有的血淚教訓都在向全世界宣告一個冷酷的鐵律：真正的空戰勝負早就不是靠2架戰鬥機在市區內互相纏鬥來決定的了。決定戰局生死的唯一標準是看誰的資訊中樞先被癱瘓。不管你的戰機性能多強，一旦失去了戰場態勢感知的制高點，所有的鋼鐵洪流都只是一群在暗夜裡摸黑亂撞的火把。對於台灣的防空網來說，
沒買到美國最新的 ERD 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但在現實的逼迫下，台灣本土軍工展現出的求生本能與航太重構實力同樣讓人刮目相看。既然外援指望不上，那就靠自己的技術儲備強行升級這款老將。F-16V 確實是一把足夠鋒利的好刀，但在這片充滿電磁迷霧的空域裡，這批在海風與煙霧中死守的 E2K 才是那個真正決定刀鋒揮向何處的指刀人，守護好他們才是守護好台灣天空的最後底牌。好了，今天關於 E2K 的故事就聊到這裡。你認為台灣最關鍵的武器到底是什麼呢？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